众所周知，关于金钱的话题很少在学校教育中被提到。富人和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往往会对孩子进行金钱教育。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下富人教孩子关于金钱的5件事。第一件事，灌输金钱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白手起家的富翁或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都怀有一个信念，那就是金钱非常重要。他们还会把这种信念灌输给孩子。即便金钱和幸福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富人还是会将金钱视为一种重要资源。富人告诉孩子，金钱可以让他们自由地选择度假地点，提升周围的社交环境。金钱充裕的人能够享受更高的自由度。然而，穷人很少谈论金钱，甚至认为金钱并不重要。小狗钱钱主人公的爸妈甚至告诉孩子，金钱是魔鬼，金钱会让人陷入泥沼。日本畅销书作家本田健说，很多人关于金钱的认知都来源于父母，从小到大，他们一直遵守着父母的金钱原则，打工赚钱养家，不要乱花钱，多余的钱都存起来。这样的观念会让孩子在长大后接触金融驱动的现代社会时，缺乏财务理念和为之奋斗的信心，甚至在谈论金钱时感到局促不安。对金钱缺乏良好的认知与习惯，只会一味用时间换钱。第二件事，建立管理金钱的概念。许多富人会让孩子们直接参与家庭开支管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孩子们熟悉金钱数字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学会如何更好地驾驭金钱。而大多数贫穷家庭的父母则很少谈论金钱，他们不会当着孩子的面讨论每月的预算，甚至干脆逃避管理钱这件事。富有的父母告诉孩子，小钱是大钱的嫩芽，幼小的金钱能够成长为资本。把小钱积攒起来变成种子钱，可以用来投资，并作为生意饮水的基础。因而，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除非你能管理你现有的一切，否则你不会再得到更多。财富会主动靠向那些尊重金钱的人，而对金钱的尊重包括有效的管理金钱所需的自制力。而这也是富人教孩子的第3件事，延迟满足。富人往往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完成伟大的目标，积累巨量财富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必须让孩子学会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并不是单纯的等待，也不是一味的压制自己的欲望，它其实是一种克服当前困难情境，力求获得长远收益的能力。富人们专注于培养孩子克制自我的习惯，让他们在未来能够可持续的奋斗。穷人及时行乐，富人延迟满足，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有些人大学毕业工作多年，积蓄却少得可怜，甚至沦为月光族、卡奴。第4件事，明确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建立独立财务观念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了解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如果一个人买房子将其出租，那么房子可以作为一种固定资产，因为每个月都会以租金的形式带来现金流。然而，如果买了房子仅仅用来居住，那么房子就成为一种负债，因为每个月都会为此付出一定的费用成本。富有的家庭会教孩子建立资产概念，在正确的事情、合理的范围内负债，增加调动资金的能力。富人也更懂得教育孩子，通过运用资产的力量，将劳动时间与收入分离。这种力量意味着，不论你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资产都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现金流。他们专注于教导孩子区分穷人和富人的消费模式，以及引导孩子思考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2个人薪酬差不多，其中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另一个人却一直很穷？我朋友的表姐是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在课余时间，她就会接一些模特表演、商演。毕业后非常忙碌，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天南地北到处飞。虽然她处于娱乐行业，但她从来不买奢侈品，对包包珠宝都不感兴趣，就喜欢搞投资，还搭建了一个文化传媒的团队。娱乐圈竞争很激烈，这位姐姐28、9就开始淡出圈子，但她这么多年赚的钱已经转换成了上海、北京等各地的房产，还拥有了传媒公司的股份。她跟我们说，她也不是说不喜欢奢侈品、珠宝，只是外表光鲜的东西都太短暂了，而且这些东西都是负债。
只有能够帮我们生出钱来的东西，才是属于他的资产。很多和他差不多出道的同学，还在圈里做着18线的小演员，过着被剧本挑选的日子。可以这么说，这位姐姐对待金钱的方式，直接决定了让她跨越阶层，成为富人。第5件事，明确赚钱方式多种多样。许多有钱的父母会身体力行地告诉孩子，赚钱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让女儿从事普通的客户服务工作。奥巴马夫妇教导孩子，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低薪的工作。从事普通的工作可以让孩子体验不同的赚钱方式，并深切体会赚钱方式的差距。第一种是通过交换时间的方式获得金钱，第二种是通过建立财务系统的方式，让金钱产生各种收益，俗称钱生钱。遗憾的是，大多数贫穷的父母只会使用单一的方式，那就是利用时间来换钱。当然，要成长为一个有钱人，光是了解以上这些金钱观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专注于创造价值，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未来加分，并且学会培养社交和影响力技能。当然，最重要的是，富人明白创造财富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不会抱怨或放弃，而是秉持着独立自主的意识，坚定地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